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26号，比特币价格是又重新站上了28000美金，或者今天视频来跟家人们聊一下，利用这一张比特币大长线日线里面的200MA 来跟朋友们聊一下，很多人为什么在这个市场里面交易会输钱啊？或者是等下也来跟家人们聊一下，也是朋友们比较关心的，近期是有好几个十几年以前的钱包，特别是有一个8万枚比特币钱包鲸鱼的地址，现在是输钱。输钱呢，它是为了要卖吗？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帮你拉进 VIP 组，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短线的形态是这样子就这一个矩形前面是有讲过，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平衡位大约是在 27.8K 附近，也就是当时在这个位置有给了一笔程序交易的多单是1:5的一个盈亏比。那现在的位置要怎么来对待？我们首先观察一下日线，它是重返了这个 27.8K， 也就是这几天3根到4根 K 线整理的这个高原位置，现在是突破，所以短线来看，我们可以尽量观察4个小时，就这一个高原的位置是有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大约也是在 27.8K。那另外这个位置为什么会涨？就这2天不是也有跟家人们聊过，4个小时里面它是有一个背离就是价格在跌的时候是有一个底背离，而且昨天其实在这一根 K 线的时候，它是已经是开始中轨4个小时有走平的结构，那这一根突破就是4个小时目前是已经开始有一个正向的趋势。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也就是比特币日线布林线的整个趋势目前还是一样，它这个位置是没有趋势，只是好的一点20天的成本现在是还在这个低位，如果能再来一根是最好，如果不来的话，我个人观点是有可能整个中线还是就这段时间跟家人们讲的，有可能会不会在这个区间整理个180天左右，有可能目的是为了月线里面下一步会不会去突破这个 N 型的高位，有没有可能在今年的10月份，如果这个位置真的要整理一段时间，因为现在月线它这个布林线的中轨目前也是一个压力区，所以有可能这个位置是不是为了震荡，然后下一步去挑战这个高位区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也就是最近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有好几只鲸鱼的钱包地址，特别是这一个排名第8名的钱包地址持有的比特币数量是接近8万枚，而且它首次转入这个钱包的时间是在10几年以前，也就是2011年的3月1号，到现在最近是不是苏醒了？但是我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并没有做卖出的动作。然后还有几个鲸鱼，我们也可以留意一下，大约是在133名，也有一个是在10几年以前买入的这个比特币，就是这一个鲸鱼钱包的地址是9000多枚，它首次转入这个钱包的时间是在2010年，好像最近也没有做卖出的动作。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一只鲸鱼是在143名，也就是这个钱包地址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一屏，在10几年以前的首次转入的时间，并没有几个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个钱包地址也是持有了近9000枚的比特币，也没有做卖出的动作。包括之前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也是有跟家人们讲过，有一只鲸鱼，也就是排名在60的一个3FRM。开头的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一个钱包它是在2023年，也就是今年1月4号，这只鲸鱼买了14000枚，到现在也没有做卖出的动作。还有一个鲸鱼是在3月8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25名的这一个钱包地址，是在3月8号的时候买了3万枚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比特币的图形，之前在1月份的时候，那一只鲸鱼是在这个区间。买了14000枚，还有一个3万枚的鲸鱼是在这个位置，所以到现在都没有做卖出的动作。我个人估计就是现在基本上很多大鲸鱼大主力都是在计划整个大长线的比特币。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这个图形
因为还是有很多人看空这个比特币。我个人观点是，整个趋势，特别是欧美的主力比较看重的这一条蓝色的200的一个均线，200的成本都是拐弯向上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明之前在这个底部就是有很多主力建了很多的仓位，现在价格拉上来，那价格是在保护他们的一个成本。我个人观点，趋势是向上的情况下，有压回尽量要做多，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历史上每一次这一个200的这个均线，比如说在今年1月份突破的时候，就是说明下方整个底部打的是非常的扎实啊，这就是一个很扎实的一个底部的基础。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它在历史上一般首次突破的位置都是会有一次压回，特别是当时在这个位置破2万，接近$19,500的时候，也是跟家人们讲，这一条均线是非常重要，欧美主力很看重的一个支撑区，海王一路紧碰，到现在的话，整个趋势早就已经扭转了。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比特币在历史上，其实长线的投资者你一定要看重这一条均线哦。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比特币在6万9高位，这一波跌下来，就是这个位置是在2021年12月份的时候，当时这个位置跌破的时候，也是预示着整个牛市可能是已经结束。然后这一波下来，也是有跟朋友们讲过，这整个高位它是有很重要的一个类似一个复杂的一个大头肩顶的一个形态。这个位置破的时候，可以从这个低点到这个低点连起来一条倾斜的一个颈线啊，就是重新再确认这个200的一个均线，后面是最终走了一个空方的趋势。所以长线的投资者一定要看重这一条线啊，就是每一次大长线的一个转折，只要这一个均线破，或者是它有再测一个这一个均线的位置，有可能压力就是压力。然后如果是这个均线突破有再压回这一个均线的位置，牛市就是已经开启了，有压回尽量还是要买。另外我们再观察一下，比如说历史上呢还有一些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5年，因为这整波行情也是有跟家人们讲过，如果去观察19年当时这一个200均线的一个突破，它突破完以后是没有踩过这个均线啊，这个位置是感觉有一点压回，但是没有真正踩到这个位置，而且这一波涨幅是相对比较大，直接把这整个熊市的一个空间是都达到这个0.618的位置。所以我感觉这一波比特币的牛市有可能不像19年的这一波上涨，很像15年的这一波上涨。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比特币在15年，也就是这个位置底部突破完以后，它这边也是突破了这一个200的一个均线，后面是来到高位以后，这边有一次压回，不过没有压回到这一个200的一个均线，然后这边感觉是走了一个上升三角的一个整理形态啊。所以比特币目前的一个区间有没有可能类似这种区间横个100天左右？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边的时间有没有可能横个180天左右，后面会不会开启一波2次的上涨？特别是这个高位过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它就是这个高点，它这种区间横盘有可能就是为了去突破这整个大月线里面的一个 B 点的一个高位，就这个位置突破完以后，它会再压回这一个200均线。所以大长线的投资者，我个人观点就是这样子啊，200均线是向上的情况下，你应该要尽量去做多，特别是找这种压回点位的位置去做多，或者是这种有大跌的位置，该做多还是要做多。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以太坊的走势啊，就这2天，上一次不是有跟家人们讲过，这边一个区间它是有很强的一个支撑区，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区就是这个大头肩底的形态，大约是在1700附近啊。我个人观点是，像这种就是网格交易的一些买点的位置啊，或者是在这个位置开，我也是有开了一笔，然后观察一下，它如果真的再破到这个位置，可能要再补一笔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狗狗币目前整理的形态，这边是有一个 N 型啊。那前面几天是有跟大家讲，它还好啊，最近有一些山寨币是
重心是有在上升，但是也没有进攻放量的迹象。不过我个人观点，如果是在这个位置整理，大约是在 0.076 或者 0.077 这几个下影线的位置也是一个支撑区。然后还有一个支撑区是在这个低点位置啊，也就是这个 N 型的一个位置。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门的 U2。